安姐，看看给我报个什么呀？军帽、眼球、RE 都疼。乔丹之石马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破坏神2代重置版》。今天是冰法师的噩梦流程，终于打到噩梦了呀！噩梦呢就会出现一些可以使用的日用品装备了。你像安姐的话呢，据说爆乔丹之石的几率是最高的。自从玩上重置版呢，我现在还不知道乔丹之石长什么样啊。希望本期能够非常幸运的爆出一个，爆不出来呢，回头我自己 MF。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法师的情况吧。身上的装备呢，大半是从死灵法师那儿继承来的。你比如说现在的帽子就是一个知识，剑呢是一个精神剑。法师呢，目前的强度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时期，因为它的暴风雪在这个时期呢，输出会达到一个顶峰。预计呢，在本章面板的伤害会超过1500。这才是噩梦的第一章啊！这个伤害非常恐怖了，并且呢，你在使用暴风雪的同时，可以使用冰球来打人。这个冰球现在伤害也在500-600了，而且呢，输出的频率很高，所以说一般的 BOSS 呢是吃不了几套的。咱们一个 TP 骑上脸，然后呢静态立场，之后暴风雪交战，里边用大冰球来打。一般的 BOSS 呢都撑不了10秒左右啊。这里是在做第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呢可以给咱们一个技能点啊。法师类的角色是特别吃技能的，所以说有技能点的任务我是非常喜欢的。看一下。好，加上这点之后呢，伤害已经来到了1350。这张再升一级就能够接近1500了。去做第二个任务，咱们有 TP， 所以说赶路起来是很方便的。法师呢，打起来真的是非常流畅。我记得在普通难度的时候还跟大家说噩梦难度呢，想尝试一下冰封球加火墙啊，冰封球加火墙呢就需要等到地狱难度了。冰封球后面咱们可以测试一下怎么样。第2章或者第3章吧，噩梦的难度咱们测试一下。测试完了之后呢，这个点儿我还要自己洗回来。大家注意看小地图，隐约呢它是有道路的，道路会有2个分叉，一个是往石块旷野的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做第2个任务。这里就分叉了，分成了2个叉啊，这边是石块旷野。2个叉还可以，但是呢，不能分太多的叉，叉分的太多不好啊，大家要注意呀。看一下血压在哪里，啊，在这儿。静态立场，暴风雪加上大冰球啊，很快就推倒了。雇佣兵的话，我现在还是使用的回血的这个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恐怕要用它一直用到地狱通关了。咱们继续做任务。
这个地点我真的在地底通道里跑了很久很久啊，也是跑反了方向啊。其实呢，它的出口离我那个入口传送3次大概就到了，结果我把1层所有的地方都探索了一遍，我的天！2层的入口呢也找到了，但是这个2层一般没人去啊。那之前呢，有小伙伴跟我说，泰摩高地地洞有人会去 MF 的，这个地点真的有点特殊了呀。你如果说古代通道的话，这个我理解，但是泰摩高地这是什么鬼？这里呢，咱们不仅要找到大树啊，还要找到传送站。打出一个小符，我的天！附加1到2火焰伤害。这是噩梦难度应该出的小符吗？我的暴风雪的伤害现在上限已经到了1670了。这个面板啊，大家想一下，1670，噩梦的第1章。把这些小符呢都放起来。他们伤害低啊，但是要求的等级也比较低。这样的话，下一个角色在普通第1章出现的时候，就会变得很强势啊。拉卡尼修这里呢，我探路的时候都没打他呀。这个地方我找到了传送站，然后呢就从地底通道走了。拉卡尼修跑这么远，吃了一发冰球，躺下了。这个手套啊，加亚马逊的被动技能。Tristram was no match for Diablo's fury. Deckard Cain, get to the rogue camp. 被诅咒了。这个状态在噩梦难度还可以，我感觉地狱难度遍地是会诅咒的小怪。我箱子里怎么有一个这个破烂啊？存起来。那共享的箱子呢是3页，偷取生命中毒速的，哎，这个还可以，还加了2个抗。有小伙伴表示这什么破烂啊？但对我来说啊，这就是不错的戒指了，尤其是战士来用。我也没有更好的呀。去打女伯爵，看看他给一个什么符文啊？这个高塔需要找一会儿。暴风雪这个技能呢，优点就是它可以 AD 版。AD 版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很多其他的应用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打巴尔之前那5波小怪的时候，当怪出来之前，你就可以放了，然后在他们和你的必经之路上放2波，这样对面的怪跑过来，基本上就没有血了。然后在正面，你再用冰球来封。这个如果对面不是冰冷系无效或者冰冷强化的话，就够他喝一壶的。哎，这个地方哦，传送站在这儿，踩了。接下来呢，去找塔。法师的找路过程还可以啊，毕竟会 TP 比较快。那其他的角色有可能就会很慢。打1章呢，大概要40-50分钟啊。这样其实很多地方呢，找路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剪掉了。
但是法师的话，你捡的就比较少，因为它找路还算顺畅的，至少简单一点。上一期有小伙伴表示说：“大叔啊，你怎么还没有眼光啊？”你也可以管它叫洞察。那是因为呢，我没有捡非常普通的初级的素材来做，我捡的素材呢等级比较高。所以呢，它要求的力量各方面也比较高。小弟呢现在拿不出来。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我现在戴的知识头盔。你看知识的话，使用的符文很简单了，对吧？一个9号，一个12号，你就能做一个2孔的头盔。那知识的头盔我做了3个，有一个防御力5，有一个防御力40多，有一个防御力110多。那他们3个要求的力量就不一样。我现在戴的应该是40多的这款。所以说后面会考虑给小弟做一个要求低一点的洞察。那其实在现阶段呢，我身上的符文之语是比较多的，包括精神、知识。另外呢，盔甲也是符文之语。接下来呢，我可能想做一个启迪。启迪在这个版本可能翻译成叫做教化。它呢需要一个比较高等级的符文之语，21号。那其实这个符文呢，我已经打到了，是当时死灵法师打到的。如果捡到一个稍微凑合一点的3孔甲，我可能就要做这个。最好下章啊，就给大家演示。启迪的话，加2法师技能。看我穿的隐秘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现在的装备啊。腰带戒指都是黄金的，这个是之前打 BOSS 爆的，因为我打的 BOSS 都在那搞黄色啊，从头搞到尾，所以说我的黄金装备也不少。然后身上主要是黄金装备，还有符文之语，就占了一大半。那剩下的呢，你像脚上的凯松征服，项链的艾利区之眼，这都是之前死灵法师打出来的。这回大家看见我的装备了吧？在噩梦1难度可以说是很豪华了，好几个符文之语。好吧，不是很豪华呀，关键是好的暗金呢 ，BOSS 都给我爆啊，这个真的奇怪啊。那这次呢，我要看一下安姐的表现。噩梦难度啊，有几率出乔丹之石的安姐，还能给我出个什么？我出个眼球吧，我就不拿这把精神剑了。小弟现在是把减速叉拿出来了，铁匠，铁匠不抗打的，现在输出太高了。这个盾啊，应该是米拉伯加，有 MF， 但其实我现在已经做出了押韵了。你看啊，像这种1穷2白白手起家的开荒呢，符文之语在身上就比较多，尤其是这些初级的，什么押韵啊、隐秘啊、知识啊、精神啊、洞察之类的，非常多。其实这个盾啊，后面我可能会换成一个灿烂5+17 2孔的，它呢加1所有技能。还加其他的一些属性，关键加技能这个呢，我觉得对法师来说是比较有用的。小弟的话，护甲我看能不能搞到一个烟尘或者失心。烟尘的话是4到17，失心的话是15、17、19。
我现在应该是有15和19了，但是没有17。If there was magic here, it's long gone now. 其实很多新手玩家对符文之语真的是一头雾水啊。那符文之语呢，就是两方面，一是底材，二呢就是符文。你有了正确的底材，然后把符文按照一定的顺序放上去就可以了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属性的装备。比如说我现在的这把剑就是精神剑，它呢要求是一个4孔剑，然后分别镶嵌进去7号、10号、9号和11号。然后呢还有一种符文之语是盾，4孔的盾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镶，它就是精神盾。其实现在版本的符文之语真的比较坑啊，因为我玩 1.09 啊是玩了10多年，我对那个系统啊符文之语是比较有适应的。后来的版本呢，它调整了技能的平衡性，让他们互相之间有了加成，这样玩法就变了，再加上增加了大量的装备，暗金还有符文之语的装备。很多终极的装备啊，真的需要你找到终极的素材，再去镶嵌终极的符文。最坑的呢是你镶完这东西啊，它还是有变量的，你不一定能镶出最好的，这个实在是太坑了。那极品的东西简直有生之年，这个有生之年不是一个玩家有生之年，可能一个服务器在整个生命周期之内，大伙儿都没有搞出来这个极品当中的极品，这个是非常可能的。我记得玩 1.09 的时代，那亚马逊的弓，如果你拿着一把风之力就非常拉风了。风之力的话呢，它有一个变量啊，就是它的偷取法力，有6%的，有7%的，有8%的。8的呢，大伙儿就觉得哇，这个极品了，对吧？那6的呢也可以，也不是不能用。但是你现在啊，这个装备的变量真的是太多太多了。好的装备，你想搞一件极品的，真的是大海捞针啊！本来打一件就很费劲了，你再要求每个变量都是满的。好，这次这个骨灰啊，冰冷强化，那没招了，我上去静电立场。爆了一些什么垃圾？黄宝石。行了，地下墓穴了。我又把技能投入到了暴风雪上，这个技能是不是满了呀？去找2层啊！那本章我感觉我升了2级还是3级？这个还行吧。等通关之后呢，我自己再练一下级，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赶路。哇，这个真的近啊！但是2层我需要点儿啊，你不能只让我进洞啊，我还要点，对吧？就是那个点传送点，我全都要，可以了，可以往里边进了。这里边是4层啊，挺深的了。你要一口气进到底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道路9转千回的，极品迷宫啊！好，4层。安姐，看看给我报个什么呀？军帽、眼球、LE 都成，乔丹之石、马拉。
报哪样都成。你给我来个运气守护、金色包袱、战争之旅，我也认了。反正我是 MF 法师嘛，你给我个拿个也成。婚戒我也不嫌弃。乌鸦，甚至矮人我都认啊！一定要给我出点东西啊！于是莽了上，这是西刚的手套吧？好家伙，这破烂我要凑一套了。The evil queen has fallen. 哎，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The caravan is